皇后娘娘油尽灯枯，怕是到了弥留之际了。但愿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上天庇佑。你胡说什么？皇额娘正值盛年，怎么会油尽灯枯？分明是你们医术不高，才会胡言乱语。景色，你皇额娘病得凶险，也只有像齐汝这样伺候了多年的，才敢直说。皇帝，不管皇后近况如何，你赶紧要通知内务府，在京中将喜木准备着，哪怕是冲一冲，也是好的。一切凭皇额娘安排。齐汝，好好伺候着，有什么动静，赶紧回禀哀家。是。贤贵妃，皇后落水病重，你和纯贵妃帮衬着，悉心照料。是。其余的人都回去吧。是。景色，你陪哀家来。没事吧，主？小心点。恭喜啊！这么多年终于敬业了。多谢令贵。哎，主，您头上的绣球珠花怎么少了一朵呀？啊！哎呀，得知皇后娘娘落了水，我就慌慌张张的，什么时候丢了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的是该死！这朵珠花还是皇上前七夕赏我的。要不奴婢去替您找找？罢了，现在外头正乱着，为了一朵珠花出去，会让皇上不高兴的。左右我不带就是了。皇上也不会察觉。哎，海兰，纯贵妃姐姐。去上壶好茶。是。出去伺候着吧。是。我正等着你呢。皇后娘娘病危，听着真让人悬心呢。来，我正想跟你商议此事。方才齐太医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他说皇后从水里被捞上来之后，就一直说着什么一报还一报的。我想着，不会是方才我们说的话便那么巧被他听了去吧？还是皇后根本就是听了我们的话，气得才落水的。我们刚才听到了声音，都没有去看。你说，我们会不会落个闻声不救的罪名啊？你想太多了。方才我们真的没有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啊，怎么会知道有人落水呢？更不会知道是皇后娘娘。对，那要是皇后娘娘清醒了，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？哎呀，都是这个梅嫔，说话怎么这么没遮没拦呢？真是把我害惨了。这梅嫔平日也不是这般不稳重的人，今日不知是怎么了。谁知道她犯什么疯啊？你说，若是皇后娘娘真的来寻我的麻烦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皇后娘娘都那个样子了，她不会来找你麻烦的。要不，我现在就出去跪着请罪。说到底，也是梅嫔说话不谨慎，这跟你没关系的。这叫我如何安心啊？皇后娘娘是不敢来找您的。方才，她应该听到了梅嫔说一报还一报，之后就掉进河里了，被救上来还念念不忘呢。皇上虽然关心皇后娘娘，但听到了这些，他心中只怕也会疑心，皇后娘娘到底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对吧？
所以皇后娘娘就算醒了，也不敢来找姐姐的。那就好，不干我的事儿，就不会牵连到我的孩子。放心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醒了。朕去看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皇后，你醒了。皇上，臣妾经此一切，子侄寿数5多了。可臣妾一睁眼，一眼就能看见你在臣妾身边，臣妾真的很高兴。你别说这样丧气的话。你只是落水受惊，养一养就好了。臣妾无福，无法为您保住嫡子。如今，景色已经有了好的归宿，臣妾请求您，不要因为臣妾的离世，让景色守孝3年。她已经不小了，从前是舍不得她嫁人，现在却是当个不起了。景色是朕与皇后唯一的嫡出之女，朕一定会事事为她考量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臣妾有一事相求。皇后，躺着说，躺着说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久于世，臣妾以执掌封印的后宫之主身份，向您力荐继后人选。纯贵妃她耽于皇嗣，勤俭侍奉，温厚祥赞，她的德行足以填为中宫。皇后，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你来考量。皇后不只是一个称呼，一个身份，更是朕的枕边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由朕来思量。恕臣妾多嘴一句。纯贵妃、淑嫔，哪怕你要另选女子为中宫，臣妾都不担心。可有一个人，他断断不能。贤贵妃出身乌拉那拉氏，先帝的景仁宫有多恶毒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样女人的后裔，断断不可入出中宫。皇后好生歇息吧，不必说这些了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，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朕怎么会不记得？是郎桓福地，女中光华的意思。
浪花，一个很像皇后的名字。妹妹怎么深夜在这儿啊？能伺候皇后娘娘的时候已经不多了，来清阙坊外站一站，表表尊敬之心也是好的。我有些不明白，你就为了一个怕字，就肯帮我做这么多？我当然怕。哲敏皇贵妃难产，母女俱亡，都说是皇后做的。你和宜嫔的孩子会陷皇贵妃的死，我真是怕极了。我胆子小，一直不敢出手。要不是妹妹你心智坚定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吓得手回手了。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甘心，也真的害怕。害怕？你曾经是朕的嫡福晋，如今又是中宫皇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至于不甘心，可能是有不满足之处吧。臣妾自闺中起，便被教养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妻，相夫教子，主持家事。但臣妾知道，臣妾不是您亲自选中的嫡福晋，您遗造相中的是乌拉那拉氏。臣妾不过是先帝和皇额娘执意让你选的。你是在怪朕吗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惶恐不安。臣妾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夫君，更不曾完整的拥有过他的心。但臣妾不能怨，不能恨，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，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妻子。可臣妾不过也是一个女人，想要得到夫君的爱恋。朕待你不好吗？你是朕的嫡妻，儿女双全，位居中宫，你还有什么好不安生的？皇上待臣妾很好，可这种好是夫君对妻子的好，不是情深爱浓。六宫的人堆到一起，臣妾站在峰巅上，臣妾没有什么可依凭的。若你的心意改变，臣妾所拥有的貌似安稳的一切便烟消云散了。皇后，朕从未听过你和朕说的这些，朕也从来不知道皇后的心里是如此的害怕，如此的不安。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爱重你，护你，容忍你，
你为朕生了2个嫡子，朕自然分外珍惜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做不知。什么？其他的事情也就罢了。过些日子就是哲敏皇贵妃的生辰了。当年她难产而死，朕想知道她的死是人为还是天意。皇上，哲敏皇贵妃死后几年，便有传言说臣妾嫉妒她生下长子，所以害她难产而死。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臣妾发誓，用富察氏100年的荣光和福祉发誓，哲敏皇贵妃之死绝非臣妾所为。那惠贤皇贵妃呢？她自然作恶多端，谋害皇嗣。可陷害如懿进冷宫，难道就没你的事吗？你到底对如懿做了些什么？臣妾没有，只是不满。他养育有皇，有夺嫡之心，所以才信了他做的恶事。臣妾发誓。皇后病糊涂了。要是誓言真的有用的话，还要纲纪法度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一生所为，无不是为了保全大清的血脉，为了对得起富察氏列祖列宗，用血汗换来的荣光。若不是逼不得已，臣妾何必置人于死地？朕曾经要如懿做嫡父亲，所以你对她百般提防。惠贤皇贵妃的阿玛高斌也为你所忌惮，所以一早你便送了珍贵的花镯，防止他们有孕。即便是如懿进了冷宫，你也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。原来这些事情你一早就知道，却隐忍到今天才来问臣妾。是，臣妾是不想他们抢在臣妾身前有孕，也是深恨乌拉那拉氏咒死臣妾的勇烈。而在踏入冷宫之后加以搓磨，可是冷宫闹蛇之事，乌拉那拉氏中砒霜之事，臣妾真的不知是谁在冤枉臣妾，是谁要害臣妾？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害得了你。这些年你的所作所为，朕都略知一二。作为一个皇后，你算是得体，但若朕戳穿你，你就会成为朕的江山岁月里的一个污点，也会让皇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。你是朕的发妻，多年的恩情自然不浅。
你的过失，真是念在皇室的颜面，以及富察氏的名望，还有咱们的儿女，这就不提了。皇上圣恩滔天，您圣明聪明，但冷心冷情，亲近之人会为此所伤。事到如今，臣妾做的错事，臣妾自己担着。可若来日，无论谁为继后，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臣妾就睁着这双眼，在天上看着，在天上看着。今生的事还不一定，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。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，但如今这些报应都到了谁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自食其果，后悔难当？皇上，皇后好生歇歇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玉玉，你伺候朕与皇后那么多年，你认为皇后是一个恶人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虽是六宫之主，也是寻常女子，一样有爱恨情仇、喜怒哀乐。朕还记得，朕娶皇后那一日，皇后和朕说过，愿用富察氏的100年荣光，伴随朕的左右，为朕生儿育女，做一个贤良妻室。皇上当心。可朕与皇后的孩子，一个个逝去，只剩下景色。如今景色也要远嫁了，这10数年的姻缘，难道只剩下猜忌，还有怨恨吗？皇上伤心，过于忧思。您情深义重，一直陪着皇后娘娘，也要当心龙体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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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崩逝了。皇后娘，皇娘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说过你要带女儿出嫁的，皇娘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？我们哪来的主心骨啊？沈贵妃，切莫哭泣，这儿一团伤心，还等着您发号施令，才好办事啊。
皇后娘娘骤然崩逝，咱们虽然不是在宫里，但是一切都要办得体体面面的。是，一切听从纯贵妃安排。